問世間情為何物？這不是情詩，是一則公案。問世間情為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許。這兩句話，很多人第一反應是金庸《神雕俠侶》裡李莫愁的台詞。李莫愁確實反反复复念過，但他只是在念別人的詞。真正寫下這兩句的人是一個16歲的少年，他叫元好問。那一年是金章宗太和5年乙丑年，元好問赴并州趕考，在路上遇見一個捕雁的獵人。獵人跟他講，今天早上我布網捕到2隻雁，打死了一隻，另一隻從網裡逃脫了，卻一直不肯飛走，在天上盤旋鳴叫，最後從空中一頭栽下來，撞地而死。元好問聽完，整個人愣在那裡。他掏錢把這2隻雁都買了下來，帶到汾河邊埋了，壘了一堆石頭做記號，起名叫雁丘。然後他寫下了那首《摸魚兒》，第一句就是我們所有人從小到大都聽過的那句千古之問：問世間情為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我想跟你講一個你可能從來沒聽過的版本。這句話根本不是一首情詩的開頭，它是一個16歲的少年被一隻雁的死給問住了之後寫下的一個公案。他不是在歌頌愛情，他是在發問：這是什麼？這個能讓一隻雁從天上自己砸下來的東西到底是什麼？800多年過去了，這個問題還沒有真正的答案。我們今天一說到這句話，腦子裡閃出的畫面都是轟轟烈烈的愛情、誓言、眼淚、殉情。我們把它當成一句文案，印在書籤上，寫在情書裡。但你仔細去看元好問聽到的那個場景，根本不是2個人，是2隻雁。一隻剛被打死，另一隻不是被追殺，不是被圍困，是自由的，是有選擇的。它完全可以飛走，飛到另一片水面，再找一隻雁繼續活下去。雁的壽命可以到20年，它還有大把的日子。但是它沒有，它在空中盤旋了2圈，做了一個決定，然後用自己的身體把自己砸在了地上。你有沒有想過，這件事兒從生物學上講根本說不通。按進化論最樸素的算法，生物的第一天命是活下去。一個願意為同類而死的基因，早就應該被自然選擇淘汰乾淨了。可這個基因就是被留了下來，還留得很深。不止雁，很多結對的鳥，鶴、天鵝、信天翁失去伴侶之後，都會出現整套的衰亡反應，不吃、不動、不再求偶，一部分個體此後的存活率會明顯下降。動物行為學裡有一個詞叫結偶關係，科學家後來發現，一旦一對個體結成了長期的結偶，他們的神經系統會把對方當成自己的一部分編碼進去，腦子裡有一套預測模型，這套模型時時刻刻都在預測伴侶應該在這裡，應該在做這個，應該發出那種聲音。當伴侶突然消失，模型整個崩塌。崩塌的不是心情，是一整套讓他活着的操作系統。元好問那天聽獵人講的，不是一隻傷心欲絕的雁，是一個活着的意義結構，在瞬間被抽空之後，自己拆了自己的硬件。你現在再回頭讀那句話，問世間情為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許。它不是一個感嘆，它是一聲驚恐。一個16歲的孩子第一次撞見了這股力量，他被鎮住了。他在問，這到底是什麼？2500年前，有另一個人也被這個問題問住過。他叫阿難。阿難是佛陀身邊跟得最久的弟子，號稱多聞第一。佛陀講過的每一部經，阿難都親耳聽過。按說這樣一個人應該是最扎實、最穩當的。但《楞嚴經》一開頭講的，恰恰就是阿難差點被一個女人拐走的故事。那天，阿難一個人出去乞食，路過一口井邊，有個姑娘在打水。這個姑娘姓摩登伽，一眼就喜歡上了阿難。回家就跟母親說，我這輩子非阿難不嫁。他母親是個會咒術的人，念了一個古老的咒，叫掀翻天咒，就把阿難從幾里之外射了過來，射到他家的床邊。阿難本来好好的走在路上，突然間身不由己，腳就往那個方向走。等他回過神來，已經快要破戒了。佛陀當時正在一個法會上，忽然停下來，對身邊的文殊菩薩說，
快去，阿難有難。文殊帶着楞嚴咒趕過去，把阿難從那個境裡拉了出來。阿難被救回來之後，在佛陀面前痛哭。他說：師父，我跟了您這麼多年，聽了您這麼多法，為什麼還是栽在這麼一件事情上？這時候佛陀問了一個問題，這個問題成了整部楞嚴經的開頭。佛陀說：阿難，你當初是為什麼出家的？阿難回答：我看見師父您有32相，莊嚴無比，我是被您相好的這個相給吸引了，才發心跟您修行的。佛陀緊接着問了第二個問題，這一問就是佛學史上有名的7處真心。阿難，你說你看見我的相，生起了愛悅之心，那我問你，這個心在哪裡？阿難說：心在身體裡面。佛陀說：不對，幾句話就把這個位置拆掉了。阿難說：那心在身體外面。佛陀說：還是不對，又幾句話拆掉。阿難接着說：在眼根裡面，在明暗之間，在水所合處，在中間，在一切無所着處，一共找了7個地方，佛陀一個一個全部否決。楞嚴經整整10卷書就從這一個問題展開。你覺得佛陀在刁難阿難嗎？不是，佛陀是在做一件極其溫柔的事。他在幫阿難看一件事，那個讓你幾乎毀掉自己的東西，你說它叫情，你說它是心在動，那好，咱們先一起找找這個心在哪裡，找到了，我們再談怎麼處理它。結果找遍了7個地方，找不到。找不到這3個字是整部楞嚴經最驚心動魄的結論之一。什麼意思？你之所以被那股力量拖着走，你以為你被一個具體的人勾住了，但當你去找那個被勾住的你的时候，你找不到他，你只能找到一連串的反應，心跳、呼吸、念頭、畫面、預測、恐懼，你找不到一個可以指認的中心。這就像剛才那隻雁，它死的那一刻，你以為它在為另一隻雁而死，但你真的去看它的神經系統，它是在為自己已經塌掉的那個預測模型而死。對方只是那個模型的錨點，錨點被拔掉，模型自己炸了。情執的真相就在這一層。當一個人說我愛他愛到要死，他很少是在愛那個具體的人，他是在愛自己投射在他身上的那個故事，那個關於我終於被看見、被選擇、被永遠留住的故事。對方越是配合這個故事，他越覺得對方就是命定的那一個。對方一旦跟故事不符，他立刻心碎。你再想一想，你上一次為感情撕心裂肺的時候，痛的究竟是什麼？是对方這個人離開了，還是你心裡那個我值得被愛的版本，連同他依賴的全部證據，整套崩塌了？大多數人會說，我痛的就是那個人。可是你把對方的臉、名字、聲音、習慣一一在腦子裡過一遍，你會發現每一次刺痛的其實是你自己某一部分的坍塌，是你以為自己已經找到了的那個未來，是你以為終於不必再孤獨的那個承諾，是你以為這一次終於可以放下防備的那個出口。對方只是承擔了這一切的支架，支架撤了，掛在上面的全部身份一起掉下來。這就是為什麼佛陀沒有說情是壞的，他只是讓阿難看一件事兒，情不是壞的，情執是錯認的。情是一股很強的能量，它讓2個生命之間形成共振，能讓母親為孩子拼命，能讓朋友為朋友兩肋插刀，能讓一隻雁放棄天空。這股能量本身是中性的，情執是當你把這股能量指向的那個對象錯認成了你的本來面目，錯認成了你的安穩之處，錯認成了你活着的理由。那一刻，你就從一個感受情的人變成了一個被情感受的人，主客翻轉了。翻轉的那一秒，情就变成了執。而且你不要以為情執都是像殉情、像心碎這樣的大場面，大部分人一輩子也不會真的為誰去撞地。情執在我們日常生活裡是以非常小、非常瑣碎的方式在運轉的。他發消息隔了2個小時沒回，你心裡那個小小的咯噔一下。他今天回家沒跟你說一句話，你一晚上都在重新解讀他的每一個表情。他最近似乎對某個同事多笑了一下，
你開始在腦子裡編寫一個你根本沒有證據的劇本。這些不是愛情出了問題，這些是一隻小小的焰在你心裡每天盤旋2圈，時不時就想往下栽一下。你去觀察這種小小的咯噔一下，它跟那隻焰往地上砸的那一下本質上是同一個東西，它們只是體量不同。大的那一下叫殉情，小的那一下叫吃醋，叫患得患失，叫我今天又忍不住點開了他的朋友圈。能看見小的那一下的人，就不容易被大的那一下帶走，因為你已經在小劑量裡把那股力的形狀看清楚了。還記得湯顯祖在《牡丹亭》裡那句千古名言嗎？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這也是一句被當成情詩歌頌了400年的話，但湯顯祖本人是一個深諳佛法的人，他寫這句話跟元好問寫問世間情為何物是一路的，不是歌頌，是診斷。情不知所起，那顆種子你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種下去的，一往而深，一旦機緣到了，發了芽，根本攔不住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，這股力量能直接穿透生和死的邊界。你說這是愛情的偉大？不，這是執念的偉大。這裡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區分，我希望你今天從這期視頻裡哪怕只帶走這一句話都行，能讓你穿越生死的力量和能讓你醒來的力量從來不是同一種力量。能穿越生死的是執念，它能讓你跨越很遠，能讓你投生，能讓你千百世追逐一個人，但它不會讓你醒來。恰恰相反，執念越深，夢越逼真。能讓你醒來的是另一種力量，是那個看見執念在運轉的覺知本身。它不用做任何事，它只需要看見。看見1次，它就鬆動1寸；看見100次，它就拆掉1堵牆。這就是為什麼認真的修行傳統，從佛家到道家到斯多葛，追到最後，矛頭都不是指向情本身，指向的是把情錯認成自己。你愛一個人，是你生命裡的一個事件，你認為沒有他我就不是我了，這是一個錯誤的本體論陳述。佛陀讓阿難在7個地方找那個心，找不到，不是在否認那個心，而是在告訴他，這個心不是一個物件，它是一個事件，它在發生，但它不在任何地方。一個事件怎麼可能把你整個生命的分量都壓在上面？我們再回到那只自己砸下來的焰，如果那天獵人遇見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焰，而是一只開悟的焰，會發生什麼？那只焰會停在樹枝上，看着同伴被帶走，他會感到一陣巨大的悲傷湧上來。這個悲傷是真實的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。他不會壓抑，也不會假裝沒事，但他同時會看見這股悲傷是一股力，一股正在自己身體裡穿過的力。他不會把自己變成這股力，他不會讓這股力替他做決定。他可能會守着伴侶埋葬的地方哀鳴好幾天，然後某一天清晨，他會拍拍翅膀重新起飛。他不是不愛了，他是看見了，那份愛從來不在對方身上，那份愛在他自己的生命之中流過，對方走了，流動的那個還在。當然，焰做不到這個，我們大部分人也做不到，但這並不代表這個選項不存在。他只是說，他需要一雙能看見自己的眼睛，而培養這雙眼睛，就是所有修行要做的事兒。所以，當你下一次心碎，或者看見身邊的朋友心碎，不要急着勸，別想了，時間會沖淡一切，他不值得，這些話都沒用。你可以陪他坐一會兒，然後輕輕地問他一句，你現在痛的是對方這個人，還是你原本掛在他身上的那個自己？這句話可能會讓他愣一下，愣住的那一刻，他就開始回頭看了。回頭看的那一刻，7處真心的那個問題就在他身上重新啟動了。回到元好問，他那天在并州道中埋了2支焰，寫了一首詞，但他一輩子都沒有親自給出這個問題的答案。那句問世間情為何物，他到死都留着，沒有填。我一直覺得這是整首詞最厲害的地方，他不是沒想到答案，他是故意不填，因為任何一個具體的答案
都會把這個問題封死，而這個問題必須保持敞開，才能讓每一個後來遇見它的人自己去回答一次。今天這個問題傳到了你手上，你有沒有想過，在你心裡升起情為何物這個念頭的那一瞬間，你其實已經站在了那隻雁看得見的位置，你已經半隻腳邁出來了，剩下的那半隻腳不是靠更多的思考，是靠一次又一次的回頭看那個正在問的人。你看得見那個人嗎？如果你看見了，你就會明白，這個世界上最深的情從來不是生死相許，這個世界上最深的情是一個清醒的人知道自己終將失去一切，還依然願意全心全意的去愛的那份敞開。雁不懂這個，元好問16歲的時候也還沒想明白，但我相信他後來一定慢慢想明白了，因為他後半生的重心已經不在兒女情長上了。他去整理金朝的史料，一個字一個字的把一個王國的記憶抄下來，留給後人。那是另一種情，一種更大的情。那種情已經從紙裡走出來了。這期視頻，我希望不是一期答案，是一次啟動。啟動你心裡那個從小就問過、被壓抑了很久的那個問題：情到底是什麼？我到底是誰？那個被情勾住的我又在哪裡？歡迎你在評論區告訴我，你被這期視頻勾起的第一個畫面是什麼？是某一個具體的人，某一個具體的夜晚，還是某一種你至今說不清的感覺？我看到的每一條留言都會當成一次跟你一起回頭看的機會，也告訴我下一期你最想讓我聊什麼樣的修行故事。我是王立杰，我們下期見。